别看加利福尼亚州一身反骨，但它是真不差钱。作为全世界最富有的省，用富可敌国形容它一点都不为过。就经济层面而言，4万亿的经济总量让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只能被它甩在后面吸尾气。而身为星条旗上最闪亮的一颗星，加利福尼亚跟联邦政府这些年没少掐。这不，上个月月初，加州州长还隔空喊话特朗普，加州不是美利坚共和国，毫不掩饰地抨击懂王的关税政策。更让美国头疼的是，这么多年来，加州曾先后发起过200多次独立公投提案，诉求就是脱离美国，自己单干。那问题来了，加州为何如此叛逆，一天到晚想从美国独立？2016年，伴随着特朗普踩着春停雪的旋律入驻白宫，长期支持民主党的深蓝州加利福尼亚坐不住了，大量加州民众自发涌上街头表示抗议。加州独立的呼声再次传遍了整个北美大陆，加州人甚至效仿英国脱欧的单词 Brexit， 整出了个 Claxit， 意思是加州退出美国，并迅速占据推特热搜榜的榜首。这并不是加州第一次闹独立，自19世纪并入美国以来，加州内部的分离呼声便屡见不鲜。原因很简单，加州太有钱了。对于加州而言，比美国最富有的州更响亮的名号是世界第5大经济体。2025年4月，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加州的 GDP 在2024年达到了 4.2 万亿美元，在全世界排名第4，并且排在他前面的可不是其他国家的州或省，而是美国、中国、德国这种世界级的经济体。而能成为这种量级的经济体，源于加州过硬的自身实力。从农业资源、渔业资源到能源矿产资源，加利福尼亚州可谓一应俱全，全身是宝。加州北部的硅谷坐落着苹果、英特尔、谷歌、英伟达等许多世界科技巨头的总部，掌握着全球科技发展的命脉。加州西北部的好莱坞则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电影工业。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傲视群雄的科研能力、纵横全球的文化影响力，让加州成为无数影视文学作品的常客。就连电子游戏《赛博朋克2077》中虚构出的流光溢彩、科技发达的赛博都市夜之城，在设定中也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北部。不过，身处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并非土生土长的美国本土州，在加入美国之前，这片土地曾先后隶属于西班牙、墨西哥。1846年，美国移民反抗墨西哥统治，宣布加利福尼亚为独立国家。这一事件被历史上称为熊起起义。但在美墨战争后，短暂独立的加利福尼亚又宣布并入美国，彼时的熊起也成为了沿用至今的加利福尼亚州旗。而加利福尼亚的崛起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西部淘金热。当这片土地盛产黄金的消息不胫而走，数十万美国人自东部移居而来，只为追求一夜暴富的美梦。发迹于淘金年代，挤满了诸多海外移民的加利福尼亚早已习惯了按自己的需求与逻辑行事。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也让加州的韧性更加有恃无恐，动不动就拿独立来说事儿。从并入美国至今，加州历史上提出要脱离联邦的提案至少有200次以上，两者之间许多恩怨纠葛的故事，甚至几度漂洋过海，成为无数英语学习者所熟知的阅读理解题。加州似乎总是在扮演着美国家庭中那个最优秀，同时也最叛逆的孩子。其中，环保是加州与联邦政府闹矛盾最多的一个领域。早在1960年，加州就先于美国开始在州内对机动车污染进行治理，并逐渐加大对机动车的限制。直到1970年，依据联邦政府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加州才正式获得联邦授权，制定严于联邦的汽车排放标准。此后，全美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也纷纷效仿加州标准。拿到了环保豁免权之后，加州就在自行环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屡次的不服管教让联邦政府十分头痛。里根政府期间，加州自行制定了州内的尾气排放标准，这份标准要明显比联邦政府所颁布的统一标准更严格。尽管联邦政府对此微词颇多，但加州却依旧我行我素。前段时间，加州政府更是向联邦提交了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的计划，但随后被美国参议院否决。除了执行层面的考量之外，这或许也是特朗普想要给长期属于民主党票仓的加州一个下马威。老实点，我才是美国老大。超越联邦、越过联邦的行为，对于加州而言就是家常便饭，这一点在移民问题上更加尤为明显。身为美国西海岸的移民大州，加利福尼亚堪称民族熔炉。据调查显示，加州内部 40% 的人口是拉丁裔， 14.7% 是亚裔， 6.5% 是黑人，白人只占当地总人口的 38% 左右。加州成了美国人口最多、人种也最多的一个州。而广泛接纳移民的政策也让加州承受了来自联邦政府的更多压力，但加州可不吃联邦政府那一套，它有着自成一派的移民政策。早在上世纪70年代，洛杉矶就已经设立了不配合美国移民属地海关工作的指令。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身为移民大州的加利福尼亚因为不满联邦政府条条框框限制颇多的移民政策，于是干脆转而自行立法，为移民们提供驾照、州医保卡。
特朗普上台后，面对其不断紧缩的移民政策，加州又先后出台庇护州法案、劳工权利保护法等法案，保障移民权益。2025年2月7号，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2项法案，宣布拨款5000万美元，用来保护加州政策和移民。该法案此前被称为防特朗普法案。这5000万中，其中2500万将被用于起诉联邦政府，挑战其无限期关押非法移民、扩大驱逐范围等政策。另外2500万则为面临遣返的移民提供免费律师服务。可以说，在移民政策上，加州已经实打实地站到了联邦政府的对立面。在联邦政府眼中，加州总是最我行我素的那个刺头，尽管能力出众，却不服管教。但加州也并不是总在叛逆的道路上走得顺风顺水，它也有偶尔栽跟头的时候。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州的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金融危机导致加州的大量企业倒闭或裁员，失业率急剧上升，一度高达 12%， 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居民生活水平一路下跌，就业市场哀鸿遍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加州政府的税收收入也大幅减少，而社会福利、教育等支出却持续增加，导致财政赤字急剧扩大。2009年，加州面临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40亿美元，财政状况极度恶化。作为美国经济的领头羊，一贯朝气蓬勃的加州经济陷入了一蹶不振的泥潭。几近走投无路的加州这才想起了联邦政府这个靠山，无奈之下只能主动放低姿态，向联邦请求经济援助。眼看着曾不可一世的加州放下姿态求援，联邦政府的心里大概是暗爽的，但联邦政府也被这轮金融危机折腾得够呛，只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抢救华尔街的证券公司上，给予加州的援助相当有限。更何况加州这小子平时总是高高在上，不服管教，这次也正好让他栽个跟头，让他认清楚自己的能力，省得以后辫子再翘到天上去。金融危机让加州长了一个记性，但这个记性不是要听联邦政府的话，而是打铁还得自身硬。这也进一步助长了加州内部的分离情绪。作为全球贸易与科技创新的中心，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于加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导致加州出口受阻，企业成本上升，对加州经济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在特朗普关税的冲击下，拥有巨大海外市场的苹果遭受股价暴跌，加州的农场主们只能将原本用于出口的玉米和大豆倾倒在田地中。据耶鲁大学的研究数据显示，在关税战启动后的短短几天内，美国总体物价水平上涨 2.9%， 其中服装产品价格的涨幅更是一度接近 64%。来自东亚的运动跑鞋摇身一变，身价翻倍，成为了中产阶级都快要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纽森表示自己有4个孩子，而孩子最喜欢的圣诞树装饰品 80% 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要是没有这些中国商品，圣诞节就没法过了。于是在2025年4月16号，加利福尼亚再度任性了一把。作为全美人口最多、经济总量第一的州，加州在州长加文·纽森的领导下，正式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关税政策，涉嫌违宪违法。这标志着美国建国238年来首次出现州政府针对联邦关税政策发起司法挑战的宪政危机。拿加州的钱去打贸易战逞威风，这对于加州的纳税人而言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这份威风的代价是建立在断了加州人的财路上。这一纸诉讼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您怎么玩是您的事，别耽误我跟人家做生意。综上所述，加州之所以产生分离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自己虽然是美国最富的一个州，但在联邦中的政治地位却并不出众，每年交给联邦的税还要比联邦给予的回馈多得多，白白便宜了其他落后的州不说，还要时不时被联邦政府卡脖子，别提多难受了。不过时至今日，推特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加州独立，在现实中似乎并没有太多人买账。大家都很清楚，即便加州再强大、再富得流油，只要它还坐落在美国西海岸，它就不可能逃得过鹰架的爪子。这就类似于夜之城那样独立的地位，只能存在于赛博朋克的幻想之中。加州独立的闹剧下，更多的是对缺乏公平的现存联邦体系的反抗。正所谓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不搞出点大动静，远在东海岸华盛顿特区的政客们怎么会正视自己的诉求呢？美国将中国视作威胁，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了。这些年来，中国也早就已经习惯了接受美国这样的敌视。有一些美国网民对此却并不理解。在美国的某问答网站上，一些美国网民便发出了提问：为什么美国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却不害怕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呢？中国又会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与封锁呢？中美两国之间这场激烈的博弈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就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联系。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非常迫切的需要来自美国的各种援助。而美国也急于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结局中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结成了合作伙伴。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时不时还会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并没有将中国当作潜在的对手。直到本世纪初期，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美国才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万事依靠美国的小伙伴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美国政府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要求打压和抵制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2位之后，这让美国人感到更加恐慌不安。于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就此开始。美国不仅全力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发展，同时也通过加征高额关税的方式，禁止中国的产品直接输入美国。以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他们的确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初，给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很快，中国人就找到了在这场博弈当中生存下去的方法。我们通过扩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逐渐掌握了对美博弈的主动权，同时有效地弥补了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之后，我国企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美国人逐渐发现，中国原来并没有那么好对付。在连续几年的制裁和打压手段之下，中国不但没有变得更弱，反而是美国在脱离了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之后，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原先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和工人都要靠着对华贸易吃饭，在中美两国爆发了经贸冲突之后，这些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就失去了饭碗，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最关键的是，中国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美国接二连三发起的对华制裁和限制性措施，中国也很快拿出了反制的手段，而美国也展现出了孱弱的一面。似乎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也真的成为了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第一个反击手段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自从美国加强了对我国的打压措施之后，中国选择通过不断抛售美债的方式来增加美国的金融压力，因为美国政府长期保持着不健康的财政状况。到了如今，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运转资金全部都要依靠借债来维持，美债也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不仅仅相当于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甚至还相当于美国自身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倍。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抛售美债，无疑大大削减了全世界金融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又一次选择做出了抛售美债的动作。经过这一番动作，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已经下降到了7684亿美元。更有意思的就是，连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也紧跟着中国的脚步开始抛售美债了。尽管日本在抛售了220亿美元的美债之后，其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依然超过了11000亿美元。中日两国接连抛售美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第二个反制手段来自于贸易管控。根据我国新出台的稀土资源管理办法，我国政府将来会进一步加强对稀土资源出口工作的管控力度，并严格打击稀土资源走私活动。众所周知，美国的军工企业想要造出举世闻名的装备，就必须要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在中国宣布对稀土资源加强管制之后，许多美国的军火商立刻就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稀土贸易供应链当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可偏偏美国又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将这两个国家统统拉黑了。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斩断了自己的手脚。中国的第三个反制措施来自于文化交流领域。今年我国已经宣布对数十个国家的公民采取了免签措施，这无疑是在西方世界里释放了一颗重磅的文化炸弹。来到中国之后，很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西方国家媒体此前针对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妖魔化宣传，在这些现实面前全部宣告破产。当西方各国的民众看到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之后，很多人甚至会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比如，有外国网友就在国外知名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指责美国某些地区的治安环境过于糟糕，并指出这是美国政府无能所导致的结果。面对中国在文化领域发动的反攻，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拒绝中美双方的民间交往活动。我们在观察了目前中美两国的政治态势之后，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当前主导美国政治局势的政客大多都崛起于冷战期间，甚至包括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也经常会说出一些冷战时期的旧观点。这些政客的头脑里还保留着大量冷战时期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上更加强大的苏联，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中国不是苏联，也不会成为苏联。苏联在上个世纪与美国进行了数十年的争霸博弈，
但中国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同美国竞争，而是想让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中国虽然和苏联一样奉行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中国推行的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霸权主义外交策略。在中国的外交策略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平等地看待彼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外交团队才会不断地在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中倡导和平与谈判，尽可能地帮助各方凝聚共识，避免冲突。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做的这一切的确触动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称王称霸的根基。于是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与美国竞争全球霸主的位置。8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反间谍战略文件，也只不过是这场世纪性的博弈棋局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它改变不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的颓势，改变不了全世界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决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只是对当前的世界局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国际政治现象，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要求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权益的声音。只不过，中国恰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成为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那么，中国自然而然的就会挑起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做斗争。放眼当今的世界，只有中国在全心全意地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也只有中国才拥有完全颠覆旧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魄力。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客也看得无比清晰。所以，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博弈就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中国的身后站着的是全球几十亿渴望公平与发展的民众，而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精英主义者，未来一定会淹没在世界人民的浪潮之中。未来不仅是属于中国人的，更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当前所做出的一切挣扎，都会成为旧世界秩序的葬送剧。一套更加公平、更加光明的体系，将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